只被锁喉的大熊猫，就是长隆的大眼仔帅帅。帅帅不仅长了一张圆圆的脸，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亮，是标准的大帅熊。有很多网友分不清帅帅和酷酷，虽然他俩都是浓颜系，其实也很好分辨。长得帅气的是帅帅，长得好笑的是酷酷，脸比圆规画出来还要圆的是帅帅，五边形的是酷酷，爱生气表情严肃的是帅帅，整天乐呵喜欢咩咩叫的是酷酷。帅帅是三姐弟中出生体重最轻的一只，只有83克。当年菊笑妈妈看他太小，直接就放弃了，被饲养员带去育幼箱进行照顾。后来帅帅一直不停的吃，凭借自己的本事吃成了三姐弟中的首重，也是最会撒娇讨妈妈欢心的那一个。因为帅帅比较凶，不像酷酷那样喜欢和人亲近，所以他也是三姐弟中咬人最多最狠的一只，以至于时隔多年，当有人让青姐用一个词形容帅帅时，青姐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狠。我出来就有一个词儿，狠。哎，这孩子真是狠，他咬人的时候那个狠，所以说呢，你这都过多少年了？他小的时候呢，1岁多的时候咬我们，他现在寻思都疼。也难怪帅帅小时候是大梁照顾的最多，毕竟女生力量小，更加治不了他。我们跟青姐3个人喂猫的时候呢，你跟青姐是抢着酷酷的。你就去选帅帅了。我是没得选，不是选帅帅。他有时候他不吃不喝旁门奶，他都要咬你一下。他的性格感觉像秀智魅族目前的一个状态。所以当魅猪越来越凶，开始咬大梁的时候，大梁就跑到帅帅那边对他说：帅帅，告诉你啊，你姐姐生了一个女儿，性格非常的像你，比你还凶。看来帅帅给大梁的心里也是留下了不小的阴影。笑过了没啊？笑过没有，帅乖？看到木奶爸满脸微笑的趴在地上和贤贤互动的画面，这一幕真的感觉既温馨又令人感动。他真的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在照顾着他面前的毛孩子。虽然贤贤已经在野外生活了半年多的时间了，看他如今依旧是圆滚滚的模样，就知道饲养员为了他们付出了多少的心血。雪中的贤贤显得格外好看，雪花粘在他的耳朵上，就像是戴了一副珍珠耳环。贤贤和木奶爸也格外的亲近，从他的眼神里不难看出他对奶爸的信任，他会跟随着奶爸脚步一直走很远，这种信任也是木奶爸日夜陪伴和守护的结果。这次天台山下大雪，贤贤母子开心坏了。大晚上贤贤倒挂在树上和儿子玩耍，由于母子俩半夜玩嗨了，以至于木奶爸第2天过来给他送早餐，喊了很久才把贤贤喊过来。虽然大熊猫很喜欢下雪天，但对于负责野培的工作人员来说，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工作的难度。来看贤贤母子的木奶爸，脸冻得通红，手也冻僵了，而且山路崎岖陡峭，雪天路滑也增加行走难度。更重要的是，厚厚的积雪下可能也会有潜在的危险。在3年前，木奶爸在野外工作时伤了膝盖，他说他当时都哭了，但不是因为疼痛，而是因为他害怕自己再也不能上山，不能再奔走在一线，照顾这些他日夜牵挂的熊孩子。后来他积极的做康复训练，在今年的3月份，他感觉自己身体好了很多，即便是自己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，还是毅然决然的向中心申请重返一线参与野培工作，主要负责在天台山参加野培的3对熊猫母子。如今他的膝盖在蹲下起身的时候还是会发出声响，但他还是坚持奔走在野培工作的第一线。当记者朋友问木奶爸说：你会感觉到辛苦吗？木奶爸回答说：不会，因为我爱大熊猫。一句我爱大熊猫基本上贯彻了他的大半辈子，也许只有真正的热爱才能做到几十年如一日的义无反顾吧。要睡醒，魅猪又出息了，不到半岁的小家伙竟然登顶了5米左右的大树。魅猪到底还要带给大家多少惊喜？只见他坐在树杈上享受着自由的风，这一幕让人瞬间梦回四海。就在昨天，天气很好，风和日丽的，出来放风的魅猪3两下就爬上了大树，而且别的小熊爬树一般都是妈妈教的，魅猪还是自学成才。原以为他会趴在这个粗粗的树杈上睡觉，因为这里有妈妈的味道。萌萌平时就是睡在这里，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不甘心于此，稍作休息就登顶了大树，这让树下的大梁又惊又喜，毕竟这是其他小熊基本没有爬到过的位置。大梁还即兴创作了一首打油诗：远看一只熊猫，近看还是只熊猫。反正都是熊猫啊，反正都是只熊猫。虽然这诗做的确实不怎么样，但魅猪这孩子是真的强。小五看了表示很不服气，谁半岁的时候还没登顶过大树呢？只是我的树不太争气而已。然而看着魅猪爬上去容易，让他自己下来可就难了。无论怎么哄，魅猪压根理都不理。最后还是大梁爬上树，站在树杈上抱他下来的。抱下来的过程也不轻松，魅猪一直在反抗。青姐担心魅猪会掉下来，就本能的张开双手，随时准备去接魅猪。经过一番努力，在大梁和香香姐的接力下，才算把魅猪给弄下来。
这也算是大梁出差回来后的第一天，媚珠送给外公的一份大礼。大梁出差1周，回来最想做的事估计就是抱抱媚珠，于是他就把媚珠骗了出来。美女，走，出差完了，快点，跑快点，跑快点。刚才明明说的是要带媚珠出去玩，结果把媚珠骗出来就抱个不停，难怪媚珠会咬他。网友的神评论更搞笑，说大梁是媚珠的磨牙棒，毕竟媚珠真的很喜欢咬他。但该说不说，大梁真的把媚珠当孩子一样对待了。此刻大梁应该是全网粉丝最羡慕的男人了，只是大梁你再这样下去，又要被青姐点名批评了。这笑容别致的小熊，就是飞云同父同母的亲哥哥奥运，因为他出生在2008年8月8日，恰逢北京奥运会开幕仪式，有着非凡的纪念意义，所以就取名奥运。奥运如今生活在神农架关门山景区，这里简直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天然氧吧。奥运的院子就在山脚下，真的又大又漂亮，一眼望去满眼都是绿色，简直是视觉上的享受。而且奥运院子里还有一个超大的活水泳池，这样豪华的配置，可以想象大熊猫生活在这里会有多快乐。如今的奥运已经16岁了，看起来依旧白白胖胖奶乎乎的，足以见得奥运身心健康，被照顾得很好。因为有这么大的院子需要奥运管理，奥运园长每天可忙了，给小树修剪树枝这种事都是他亲力亲为。他还特别喜欢和饲养员互动，扒着围墙伸着小手，还想和饲养员击掌。奥运的隔壁住的是他的心上熊韵韵，韵韵是北洞影后徐萌萌的亲妹妹，也就是萌兰的亲小姨，两小只从小就生活在一起，可以说是青梅竹马。奥运与爸爸卢卢的暴脾气不同，他的性格非常的温顺，平时就连韵韵都打不过，还曾被韵韵一巴掌扇下木架。虽然韵韵偶尔会凶他，奥运还是喜欢的不得了，即便是隔着围墙也要追着韵韵跑。但韵韵多数时间都是对奥运的爱是已读不回的状态。然而就是这么好的地方，因为园方不怎么宣传，就连很多湖北本地人都不知道。如果偶尔想放空一下，神农架这个天然氧吧绝对值得一去。虽然莽妞妞平时有点虎，但是她真的好爱她的好大儿莽小五。这天母子俩正在院子里玩耍，突然从远处传来异响，小五第一反应就是迅速爬上树躲避危险，这也是妈妈平时教的好。此时的莽妞妞貌似脑袋有点宕机，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分辨异响的来源。当莽妞妞也意识到不对时，第一反应就是往室内跑，但她刚跑了2步，就立刻转身掉头冲向小五。此时莽妞妞的内心活动如下：咦，这是什么声？让我好好听听，好像有危险，快跑！不对，我的儿呢？然后快速冲向小五，站起来把他的好大儿薅下来。儿子别怕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把你叼回家。结果他都忘了，他的儿子长大了，他已经叼不动了。看到这一幕，真的有种莫名的感动和心酸。1年前小五被妈妈所吼举高高的画面，还仿佛就在眼前。现在的小五莽妞妞已经抱不动了，即便小五已经长成了中午，莽妞妞还是放心不下他。这天正在木架上吃饭的莽妞妞突然听到室内有响声，担心小五会有危险的她立刻起身去室内把小五带了出来。儿子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才放心。小五小时候在室内做体检，莽妞妞在外场听到小五的叫声，特别的焦虑不安，一会扒着门，一会着急的满院子跑来跑去，肉眼可见她的担心。后来小五体检完出来，莽妞妞就抱着她的好大儿亲亲又抱抱。虽然莽妞妞很爱玩，但她还是会想着小五。这天莽妞妞坐在小五的毯子上玩着小五的球，看这背影就像一只熊猫宝宝。然而玩得正开心的莽妞妞突然抬头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于是她踢着球走向一边。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莽妞妞竟然是把球送给一边的小五。所以说哪有妈妈不疼孩子的呢？虽然有时候莽妞妞也会抢儿子吃的，玩儿子的玩具，会和儿子打打闹闹，但这一点都不影响她爱儿子。看小五坐在秋千上，莽妞妞给儿子摇秋千的画面，是不是十分的岁月静好？